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敏红，然后也是武汉店中国区的负责人，然后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本期的一个访谈节目。本期节目是武汉店的嘉宾访谈系列之一，然后本期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TKX 资本的联合创始人李书费先生作为我们的嘉宾，参加我们这期的访谈。李总是一位非常资深的 Web3 领域的投资人，也曾是火币集团的 CFO、OKX 的 CEO，然后 Global Digital Finance 的董事，以及巴菲特慈善午餐业界的代表。然后李总，要不先和线上的朋友打声招呼？敏龙好，哎，诸位好，好好。各位观众好。OK，好的好的。然后今天的访谈的话，大概会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和李总聊聊Web3行业的一些情况，然后接下来会有那个观众问答环节。然后想问问题的朋友的话，现在就可以在那个聊天窗里发下大家的一个问题，等会在问答环节，然后去统一回答。然后机会是非常难得，因为李总是非常资深的一个投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抓住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然后李总在区块链跟 Web3领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一个从业跟投资经验，所以第一个问题的话，想先嗯，看李总能不能和大家先简单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对，那首先我是传统金融里面我是做上市公司的，也是支付行业的，然后也做了在进入这个区块链行业也做了5到6年了。啊、当时2014年的时候，在纽约的一个知乎展览会，我就听了一个叫R3的这个讲座，R3的这个使命当时是想这个变革 SWIFT 系统的垄断啊。然后当时我听完整个讲座之后，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对将来支付有巨大的冲击力，这个也留下我进入这个行业的伏笔吧。在传统行业里面呢，我看到这个业务有天花板，因为支付的产业链，尤其在这个大中华的话，看到阿里、腾讯的挑战。对这个如果没有创新的话，很容易这个就丢市场份额。还有本身这个传统的这个科技行业也有这个管理架构的限制，很难更全面的发挥这个自己功能。所以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个全新的赛道，更类似这个科技的初创新企业。然后自己是一个中国香港人，所以我一直的感觉是要把中国的高新科技企业贡献海外，作为我的一个使命吧。我也非常相信这个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啊。所以我在区块链的这个起点呢，这个行业起点是在 OKX，当时 OK 的徐总经朋友介绍李总，来香港李总，找了李总，稍等一下，嗯那个开始有杂音，看是不是把那个稍微离开点，又开始有杂嗯音。OK，现在有没有？现在有没有？现在现在有没有？现在还是有，现在嗯，有吗？现在有吗？现在还是有，对，嗯、这个比较奇怪啊，因为那现在这样，我这样拿可以吗？有吗？哦，他说有我看到观众说这边听起来 OK，那没关系了，哦，如果观众说 OK 的话，那就还是继续吧，对，没关系，不好意思，哈哈，因我这边为新东会有杂音，打的那不知道为什么，个电话。对，OK OK，嗯所以我进入这个区块链行业是 OK 做起点。那 OK 的徐总当时这个好朋友介绍来香港跟我特意的面谈了2次，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好的这个了解对区块链一个简单了解，然后去了硅谷，还有北京、杭州、深圳，就把这个区块链相关企业看了一遍。然后我觉得区块链来讲，是为中国人特制的一个赛道，而且当时 OK 做了全球第一的交易量了。我也是比较行动派的人吧。虽然当时转行业的赛道成本其实非常高的，但我同样相信有一点，就是等着交换，也相信这个是个未来。所以后来就加入了这个 OK。那我加入了 OK，就是做 CFO 开始属于财务公安。
然后第一个礼拜之后呢，我就买了$10,000的比特币，因为这人要自己相信嘛，所以然后在 OK 里面做这个集团的融资啊、并购啊、海外拓展，当时也跟 Naver 韩国的这个谷歌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也重建海外的架构啊。那18年我就加入了火币做 CFO，然后也是他董秘，还有国际业务发展的副总裁啊，然后负责合规啊、法务啊、国际业务并购啊、资本市场、公益治理等等啊，包括我们并购了1611香港的这个壳公司啊，一个上市公司的壳，那现在改名叫星火科技，也拿了香港第二张就是9号牌，可以100%投资数货币的。当然也并购了这个日本的一个牌照，当时是唯一一家就100%是这个外国人能拥有的一个交易所啊，所以这个然后在这两家联造做了4到5年的经验了后来就创立了 TKX 这个资本。然后这样吧，我也讲讲我的那个我自己的这家我们创立的这个 TX 资本吧，TX 资本是我跟那个这个火币前北美区的一个投资负责人 View 一块创立的，然后我们对自己定位是个全方位的这个投资银行，覆盖了项目的孵化、财务指导到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还有一二级市场的这个投资。我们是一级市场来讲我们是token only，只投币的这个基金，然后 LP 包括了有火币，然后还有这个老牌香港亚太最大的基金叫 Pinnacle Capital，还有 Cello 这条公链，然后万物资本就是博裕下面的一个基金当然还有 Mobus，就是 BSC 里面排名第一的这个GameFi 公司。在目前市况之下呢，我们专注其实想这个发掘创新性的项目和优质的团队。主要的研究的这个领域还是基础设施，因为我觉得 Web3 来讲，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然后 DeFi 跟 GameFi，我们是基本上还是会集中精力去提供附加值的。所以我们会做项目的指导包括在人事的安排币的这个设计还有提供项目的这个启动种种的帮助。我们专注是我们领域呢提供的附加值，觉得是专业人干专业事嘛，然后怎么帮助始创人一起努力去成长，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刚才李总也应该有分嗯享了 TKX 资本的一些情况了，然后观众朋友如果是有做一些项目或者一些公司的话，我觉得假如是跟李总刚才那个 TKX 资本有相关的符合的方向，我觉得也可以找李总多沟通一下，说不定下个 A 轮 B 轮就来了。然后我们就聊聊最近的一些事情吧。对，我们都知道今年其实加密圈发生了很多一些暴雷事件，然后像 Lula 事件或者是 FXT 的交易所等事件，然后我也想听一下，就李总这边是怎么看待这些事件的？然后为了想要防止这些事件的发生，李总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吗？对，呃，首先这样在牛市里面呢，就是大牛市很多切线都会覆盖的，所以这个也是像巴菲特所说就是这个退潮的时候，咱们才知道谁在裸泳，对吗？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奇怪这些项目失败了，也说明区块链整个行业来讲呢，的确要经过几轮的洗礼才能得到普及啊。然后也是一个行业自我修复学习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我们作为投资人还有监视者呢，就是要吸取教训，然后加强这个防范的意识。但我觉得这样的，在很多时候呢，作为这个个人投资者，其实没有这个机构投资者是拥有的这些资源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是连红杉资本、淡马锡有这么专业的这个团队，有这么多的行业资源，都还在出事儿，所以很多事儿呢，这个其实是这个很难避免的，坦率说，嗯。
而且我觉得一个初创公司毕业就本身它的这个风险就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整个行业数字货币行业在刚启发的阶段增长了，它的风险更大。那我觉得唯一能看的就是团队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 token VC 也好，做 equity 就是股权投资也好，我们看到的还是应该看团队本身的人。就是当然很多盲点了，我们刚才就是得淡马锡也好，红杉他看到大方向，觉得这个大方向里面它是一个我们叫徐小平投，整个赛道全投了，他觉得这个赛道里面这是一个这个叫 top down approach，就是看到整个产业的赛道，然后再看产业里面有没有这个团队他觉得比较优秀的就拿。那这种投资方向来讲，可能就是有点我们必须要投，但是他们本身的这个资金够大，所以一两个项目的失败对他们影响其实没那么大。但反正我是深信于这个bottom up 的 approach，由底下去看一些好的这个团队、好的项目，反推过来这种，我觉得这种的风险反而比较少，因为我很多时候这些这个团队的尽调啊，我觉得这反而最重要。我人靠谱，项目才靠谱。而且数字货币、区块链这个行业是很快的，而很近钱，所以也很难去你能做到好像传统企业那种这个合规只是尽量做到，因为其实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走在前面，合规走在后面，但基本的这些原则的话，还是靠个人的品德信仰等等。但如果是个人投资的，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吧，就是说，英文叫 too good to be true 那就肯定有问题。这过度美好的回报，肯定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个有巨大的潜在风险在里面。但我这里我觉得，无论是机构也好，我们个人也好，要有负责任的投资态度，因为我觉得这个 Web3数字货币区块链也好，这个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想的比较清楚，这个是资产的配置啊，资产配置来讲，它是你要第一，这个行业波动很大，第二来讲呢，你风控跟回报基本上也是从一定的这个正比的，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资产配置的话，肯定你本身的投资必须有你的那个股票、债券房地产，然后另类投资，另类投资就包括了这个数字货币 Web3的投资啊而且我是觉得要负责任的投资避免过高的杠杆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见解。嗯嗯。非常感谢那个李总的分享。对，然后关于今年的币圈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话，我自己个人也是认为这个确实行业其实是应该需要更多的一些自律跟监管吧。就像刚才李总提到的，就人靠谱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特别是作为一些像创始人或者是一些核心的人员，可能确实得坚守一些道德底线，同时真的要务必控制好那个风险。然后其实对于加密货币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辩证去看待的。因为我一方面认为，确实币这个事物的话，它的确是能够很极大的激发那个生态的参与者的积极性，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点，或者是一个问题的点，就是人类的贪婪往往就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如果这个无限放大之后，可能就很容易走向一些失控的这样一个局面呢。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海外的区块链的领域，其实除了有币的这样一个公链，其实还有一些像无币的公链，比如像 BSN 的基金会的斯巴达的这样以太坊网络，就是这样一条无币的这一个公链。然后它跟有币的公链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没有加密货币的。然后用户购买到的那个 gas 的 token 就只能是用来支付那个交易费，并且你是不能够转给其他用户，也不能够再卖出去的。然后它那个手续的交易费也是非常之低，每次交易可能就只需要花几美分，然后使用美元或者是 USDC 都是可以购买到的。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引证一个点吧，所以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关于那个无币公链的像斯巴达网络的一个内容。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
前段时间的话，因为我也有跟李总有接触，聊过，像李总投资的一家东南亚的头部的 CDN 公司 Conversion，也正在跟BSN 的无币公链斯巴达以太坊网络在商洽一些接入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想在这里请教一下李总，就当时想让 Conversion 这家公司接入 BSN 的斯巴达以太坊网络，是基于怎么样的一个思考跟考虑呢？对，首先这样的，就是之前呢，我对无币公链呢，其实没有太大兴趣，坦率说哈。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熊市让我深深的反思了无币公链的功能，因为少了币的这个波动的话，大家可以更聚焦长线的这个建设，未尝不是好事儿。而且后来我们感觉到啊，企业、政府来讲，事实上还有很强的需求啊。然后那上次也非常感谢你，就是那个敏彤你告诉我的一些数据，我们也想看 DC 的数据的话是非常好的案例，原来也可以做了这个激发大家的参与度啊，所以我现在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我现在有一点啊，无论是这个无币公链或有币公链，Web 2.0、Web 3.0，它前端都是用户的访问，这个区块链服务的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然后 Conversion 本身是东协里面最大的 CDN 网络的这个提供商本地的，它的客户包括 Shopee TikTok Tencent腾讯、阿里云等等。所以我感觉到可以为区块链的项目提供优质的这个访问的速度，提升用户的体验。啊、同样，它是东协里面现在有超过55个数据中心，非常大的数据中心，也有边缘计算的服务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的器能随时转化成那个区块链的节点，在保护区块链的同时呢，也能提供更快的这个数据的让用户去访问。所以基于2点呢，我觉得这个 Conversant 能成为 BSN Spartan Network 的这个基础的设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另外一点，我觉得东协来讲，可能是BSN Spartan 网络的海外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啊。嗯，所以我也跟朋友的 CEO 纸上聊了，他们也非常热衷，希望积极参与这个BSN Spartan 网络的这个 Web3公众 IT 设施的建设希望这个其实是多赢的这个局面。嗯。对对对对，非常感谢李总关注这个 BSN 斯巴达网络，以及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来。对，从我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也是认为以后其实无论是区块链的一个发展，还是 Web3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有币的区块链跟无币的区块链是一个长期并存的这样一个局面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像BSN 的无币公链斯巴达以太坊网络。就今年9月6号在香港就正式发布嘛，然后已经有很多大的企业都接入了这个斯巴达网络，比如像汇丰银行，它就基于斯巴达以太坊网络实现了链上的一个支付网关，然后汇丰银行各个行业的客户就可以提交支付指令到链上的一个支付网关，实现了账户的一个资金流转。然后比如像美心集团也是基于斯巴达的网络构建了一个排队服务，还有像英皇集团就是 Emperor Group 也是基于斯巴达网络为电影票去发行了 NFT 等等等等一些内容。然后斯巴达网络现在目前主要是面向的是海外的市场，然后国内的版本就是当然就是 BSN 的武汉链了。然后其实从今年1月开始正式商用以来，像武汉链其实已经上线了有超过100个应用，然后交易数也超过了有2000万了。所以我理解，无论是海外的斯巴达网络，还是国内的一个武汉链，就像刚才李勇提到的，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一个公共的 IT 基础设施，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质跟一个核心的一个基础点。所以有了这么一个广泛共识的公共 IT 基础设施之后，我觉得很多之前一些可能比较难以实现的场景都会变得是可能的。然后我坚信这将会是一个未来的一大趋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屏幕，像
像右边就是我们的武汉店社区群的。假如有朋友还没加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扫码去加入这个社区群，我们就会在群里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者一些福利的发放等等的。对，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聊聊别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想问一下李总的话，比如现在在 Web3行业里面，或者叫区块链行业里面的话，你目前最看好的是哪一个赛道？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项目或者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对。嗯，我感觉上其实正常来讲，我们有一个想法，很多人会做比较，所以 Web 2.0嗯有什么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平台赛道嗯啊，将来会出现 Web3，我觉得这个想法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因为 Web 1.0的话是门户网站，这可以看；Web 2.0的话，其实社区网络的效应这个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可以跟不同用户做一个这个链接交换，然后就是社区会火热起来。但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拥有这个 data 的这个 ownership，就是你没有这个资料包的这个权利啊，或者没有拥有资料包，还有这个资料包所带来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获利，这个做不到的。这个所以为什么会有去中心化，希望把 Web2啊、这个痛点改掉啊，所以就是 嗯 Web3 的这个存在。我当然看是这样的，我觉得包括我们在那里听了很多，包括一些这个包括类似这个通讯软件Twitter 也好，这种的3.0的这种版本或者 YouTube 也好Metaverse 这种这个社交影视这种，我觉得这个方向挺大的包括 Facebook 这种我觉得就会走向类似 Metaverse。再加上这个发币这种的这个模式这帮的参与感会大，stakeholder 会大一点。但短期来讲，我觉得这个是长期我刚才讲的。短期来讲，我觉得下一轮的Web3的发展呢，我觉得金融的需求还是主要的推动力，我还是觉得这个所有货币发展、区块链发展是离不开这个金融的这个参与度然后带来这个财富效应。现在有很多的优质的这个创业家还有这个engineer 这个写代码的这些专才，好像你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各类的新型的 DeFi 项目会持续填补之前的这个去中心化金融这个空缺。在2021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 DeFi 的去到一个峰值是2100亿的资金美金是放在链上的，这个是那个峰值。然后后来这个峰很多现在只剩下至少只剩下1/3甚至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需求还很大。最近的Arbitrum 的链上出现很多这个标项目，这个有望可以组合这个在组合性产生了突破。然后我们最近也研究了不少的收益类的项目这些项目用以太坊USDC 这个等值的这个代币价值代币的传统这些平台币的激励。那这样呢会提供更稳定的收益，也这个就因为毕竟之前的如果是那个平台币激励的话，的波动是太大了。然后这类项目呢，其实更少依赖这个代币作为产品的驱动，就是有进一步的加强了这个 DeFi 项目的这个收益的潜力，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很值得关注的。嗯，然后呢，我们也比较看好点反 NFT 这个领域我自己也投资了一些项目，我觉得还是应该能在下一轮的周期前找到足够范式创新的项目，就是结合了 DeFi、GameFi 跟 NFT、Metaverse 这一块。但是无论 GameFi 也好，MetaFi 也好，或者我们看很多的项目，其实都不缺一点，就是激励制度这个最重要的。然后另外的就是金融属性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在就是未来的这个12月到24个月之内，我觉得这一波还是金融属性的这个发展还是主要的动力。明白明白，感谢李总的分享。
对，我们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对，现在我们都知道，像 Web3，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非常之火的。但是如果从全局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确实目前我理解 Web3的行业，无论是规模跟群体，跟 Web2比起来，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李总这边，就是您认为目前Web3的一个发展，一个最大的一个瓶颈跟障碍是一个什么呢？对，嗯第一来讲，我们也想清楚，就是本身 Web 一到 Web 二的这个有比较大的一个跳跃，那也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差在里面的就包括我们发现了这个第一，这门户网站就是 Web One，当时我们有新浪网啊当时还有那个扫狐这些，就门站它第一个，后来慢慢的。那 Web Two 我们看到现在有腾讯、阿里，这个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Web 三还是非常早期，嗯，还是大家在处于怎么在行业上形成共识大家就知道 Web 三就是老外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说法，我曾经听说就是看就是 Web 一就 read 啊，二 Web Two 就是 write，你可以写可以参与。就是 right，然后 Web 三就是 就是有 own，就是你拥有你有拥有这个权利跟那个回报，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概念到实施到成功的案例，这个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我觉得最难是在这个 concept，就是概念方面到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案例的事实，我觉得是最大的挑战。我们简单讲就是电动车，大家觉得电动车不靠谱，以前也觉嗯得也不干嘛。特斯拉的嗯横空出现，嗯就是证明了这个电动车是行的。后来就是雨后春笋，很多好企业家也开始的步入了这个赛道。我们中国有非常优秀的这个电动车然后电动车发展到现在来讲，更有无人驾驶啊，包括还结合了其他的数据的这个传导器等等，可做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混乱的情况之下，其实有更大的这个创新的突破，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就是我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想象就 imagination 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觉得 Web3 的产品来讲，现在在用户体验还有是技术门槛其实也偏高的，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因为也很多是牵涉到去中心化里面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安排，这个用户也必须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的哎，李总，你这边可听得见吗？能接了电话可以了，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对，没，OK，有没有，OK，抱歉抱对歉，OK，没事抱歉，非常抱歉，没事，我应该弄那个 WiFi 才对。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利，就是它很多的基础设施事实上还没完善，那我们也很难去做到这个一般的用户去做，包括你现在你钱包使用，其实不是很多人能用的，我就是嗯那二十多十几岁的，我觉得都很简单去用。你说要30多岁的、40、50岁，像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就是我说这老爷爷奶奶，这个现在还用不到，但是他们能用微信，能用其他的，但是用这个我觉得就很难。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市场的扩张和用户体验的优化，我觉得这个操作的体验、安全性会在下一轮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包括在 FTX 也好，Luna 也好，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社区号对监管方面的这个配合，就要紧跟这个业务发展做一个弥补也好，补充也好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要普通大众的前面所遇到的困难阻碍更少，我觉得是有利的。嗯嗯。对，李勇讲的非常非常深刻。对，确实现在，Web3离那个真正广泛的应用还是有挺长的一段路，要我们去那个做更多事情，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跟一个规模的。对，对，最后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像区块链行业从比特币2009年诞生以来，已经有差不多13年了，到目前，对。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有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加入了这个行业。然后，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请教一下李总，比如说对于这个行业的目前的从业者，或者之前没了解过这个行业，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些朋友，李总能否给一些您的一些个人建议呢？对，嗯。呃我感觉是这样的，区块链嗯是一个非常充满创新的活力的一个行业。这行业内的老人跟新人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优势，你是有一定优势，可能是半年到1年的优势，但你的优势不会一直都存在。比如像传统行业，你是画了个圈，你圈地跑马圈地之后，你可以建立城堡，然后有护城河，然后其他人就很难跟你竞争。但是区块链这个行业不是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项目一起来，就能带动整个市场的附加值。包括我们讲 DeFi 也好，我们讲交易所，包括即使是3年之前 FTX 的诞生，也带来很蓬勃发展，包括是公链、Solana 的体系、Serum 的体系。就是如果坦率说他不做那些违背他的原则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案例。然后他也就是一个30岁不到的这帮人，也有创业者做了一个全球第2大的交易所，所以是充满了非常大的机会。包括元宇宙也好，我们之前可能也没想到，我们之前小时候玩的 SimCity，在 NFT 的扶持之下，在有个很大的 bandwidth，就是宽屏的情况之下，是能做到这么好的这个，至少比以前优化很多的这个元宇宙。啊。包括我们也没想到，就是一些这个比较我们叫基础创新的时候，我们有那个 S Infinity 的有 嗯 pay to earn 的存在。啊，嗯还有 Step N 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革新一小区人，其实会有很大的创新。包括我们也在这区块链里面也做到了金融属性的交易，我们叫中央本叫 Central Order Book 的系统，就是 Serum 弄的。如果其实这个还是说明在区块链做的 TPS 里面，就是每秒交易里面能达到中心化的这种中央账本的这个形式的安排。所以你看，而且它的在科技的杠杆是很大，它不需要像传统这些的这个企业要需要很大的人力，其实很多时候用区块链去中心化这种形态，用智能合约把很多事能做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充满机会的。另外一点，我这个行业要开放价值观，然后要学习新的技术观点。嗯我觉得创新思维还是挺重要的，然后，应用非常重要，然后 UI 也非常重要。包括我之前我们其实就是大概2个礼拜之前，我们在讨论 FTX 的成与败，它成功在哪里，失败哪些人咱们怎么学的，就是嗯它能学到就是有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包括用户的体验，还有怎么满足这个作为交易用户的这种要求是什么，它是做的最好的。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家比它做得好，这也是事实。我觉得每个案例我讲，我们必须要清楚它的得与失。啊。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还要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以前有一些就是传销项目啊这些，我如果有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牵涉到个人价值观。我还劝如果在 Web3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就是有耐心，有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还是要长远的走下来看下去才有成就。所有正确的这个渠道、信息桥、人脉，还有这个批判思维，我觉得这些都比较重要。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说 Web3，这个区块链的这个项目，都必须有社区参与。所以一个好的项目基本上，其实好的项目就像好像我们追求这个行业的这个成长一样，就第一，这个解决什么问题。痛点呢，解决什么痛点，或科技上面
然后第二呢，社区的参与，然后激励制度的这个建设维护。第三点就是怎么做一个定价啊，这个就进入这个块，其实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像我 DS 来讲，我们做最重要的第二就社区，还有这个基地的设置，然后另外就是在这个做中心化交易所一些他们就是定价权利，我觉得这种都会给投资人用户带来比较好的回报。嗯好，非常感谢倪总的一个分享。对，那么我看一下时间，对，我们留一点时间跟观众这边看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回答一下。对，现在的话，我们就进入那个问答环节，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直接在那个聊天窗口直接写出来，我们就一起去我们探讨一下吧，聊一下吧。对，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对，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去提出来。对，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对。有一位朋友聊到了，对于新创项目的团队有什么建议吗？对，李总，你看一下，就是假如是新创的一个项目的团队有什么建议？这个有点大，李总可以分享一下，假如是这样一个团队，可能做些什么，哪些事情可能会对这样一个团队有帮助？对，李总可以分享一下。呃，我觉得这样的，无论任何 Web 三的这个创业，其实都还是，就无论 Web two 也好，Web three 也好，Web 三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创业。难不开，我觉得还是就 back to basic，回到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初心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干这个事儿？我觉得很重要的，而且要想清楚，就是因为毕竟咱们也是包括生活在大城市，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人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目标就是这跟家里人目标是不是一样，或者能不能就是放开来做？因为创业的是一个因为我自己在创业公司，我做了大概4到5家创业公司，我非常理解这个九死一生的这个这个试错 try and error 的这个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大家决定做，我有几样我觉得就是我总结来讲，第一点就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就你方向错了，就咱们中国人这个老话就南辕北辙还是北辙这个字，背着背着，对对对。就是这个北辙对，所以这样我觉得这个方向比努力更重要。然后另外你做完之后呢，我觉得你的团队就是一定的团队之后，那我们觉得就是你的行动力就非常重要。你行动力里面怎么看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不能败在一个等字，所以你要 take action 行动力很重要。那另外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呢，我觉得为什么你要个预期值？因为团队一上来就有上有下，有人离开，有人参加，这个我觉得就要考验团队的这个耐力啊，这个你的这个勇气能不能排除一切的万难。那第四点要理解，就是说你付出的，你想得到的东西有没有等值交换？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每个上训练团队，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风控能力架构一定要。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就是实在的东西比这个外壳更重要？但老外就有一句 substance over form，就是实际上的东西跟外壳就实际的东西更重要。但我觉得 form 也很重要，这个所有的架构这些都要弄。很多为什么出事的地方都是因为没有架构。然后你看 FTS 这个出现就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连 CFO 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这个我们看到也没有这个真正的合规关，真的没有的。
风险观念真正荷观是没有的。所以这两岸其实说实在话，都有点不可思议的。嗯。总体来讲，我觉得还是对的方向、对的人、做对的事，在对的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就重要。然后另外就是我还说了，这个创业无需来讲，还三样最大的因素：解决什么问题，带来什么价值。第二来讲就是，这个很多时候一个 Web3 项目成功与败呢，就是社区参与非常重要。嗯就是我觉得就社区参与度就有点像执行力一样，就哪怕是你是三流的点子，就是社区的这一流执行力，你这个项目最终我觉得还能得到回报的。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执行力 （execution ability） 执行力这一块。嗯。然后就是激励制度就非常重要。我之前我在3月份去了巴塞罗那，去了一个公链的这个做演讲的，我跟很多投资人，全世界投资人聊了一件事，就是你的这个设计激励模型给特别是团队，我觉得如果这个 token 能做的，就直接用 token 做了，就不用 equity。但有些的确呃，就是股权才能做的，那也别勉强啊。但我觉得另外一点，我觉得你团队再强，你也有资本的加持啊。为什么很多人觉得Solana 啊，为什么能起来？坦率说，也这个资本。为什么它叫 VC 公链的这个原因？嗯所以我觉得整个 element 这个团队里面，我觉得必须也必须有这个负责财务的人，就这样有这方面的能力。没有这种里面能力的话，你必须找个你的这个投资人去帮你，我觉得他们还很愿意去帮你的。嗯。那总体来讲，我简单来讲，我觉得就是方向、团队、时间、执行。对，非常感谢李总的分享。对，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都可以在那个聊天窗口里面直接写出来。其实我这边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总，嗯。就关于刚才提到了关于那个资本的加持嘛，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初创团队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关于比如说最早期的一个资本是怎么样能够快速去找到一些资本，或者能够进入尽快融到钱相关的一个事情。那对于资本的这个加持的话，特别是对初创团队，我们是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什么好的工具或渠道，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资本去助力这个公司能够成长起来呢？对。我觉得还是投资人看的就是第一来讲，你整个团队的网格。就是对我们来讲，Web3的创业的这个风险比 Web2 大多了，因为很多是一个 unknown，就是未知数，就是一个不知道的领域，所以大家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很多时候看什么？这个至少这批人，就是我们会看，就是他以前做的东西，然后以前项目有没有交代。其实很多人可能误会了，就是说我创业失败好几次，人家不会给钱我，这个其实是错的。你像美团的王兴，他失败了多少次，才有今天的美团，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而且真正投资人也不会介意你会失败或干嘛，但你要给个这个理由，我觉得挺重要的。我们一般来看，我们想投的投资人的话，我真的会第一看这个人品网籍，然后就方向很重要，因为第一来讲，我们能不能理解他的这个思维，还有没有执行能力，呃，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明白明白。呃，对，还有一位网友提到了，就说国内无币合规环境下，社区贡献激励该如何设计？这一块，李总之前有考虑过，比如假设无币的这样一个合规环境，社区的贡献激励该如何设计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讲非常大的考验，因为我一直做的都是币相关的这个投资。我想的
做法可能是积分吧。其实很多时候，现在很多时候，这个社区参与的积分的这样东西，可能会大家在现有国内法律的这种制度下，大家能接受。然后但是就是也是有人最后把积分变了币，这是海外。海外我看了不少的现在的项目，其实想做类似，其实在东南亚最大的这个积分的这个公司叫 Asian Miles，就国泰航空公司做的。然后新加坡还有这个亚太有家公司叫 YUU 也做了这样的积分。但因为这种积分的话，事实上最终是能做成币的。但如果是没有币的话，类似这种的这个积分的这种功能，我觉得还是能实现，就比较传统一点啊。那这个具体要怎么这措施的话，这个还真的必须要问到法律方面的这个咨询法律方面的人士。呃，但是你的激励必须有一定的关乎那个业绩，包括关乎到你的参与度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呃我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比喻吧。曾经有一家就是这个 insurance company，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把它社区的这些人员，然后也有一些就是他用户老用户，他们做什么？他发行了这个嗯股份给他们啊。那这是另外一种做法，所以我觉得股份积分都是能这个激励这方面。然后另外一点怎么做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就 distributor，我们叫分销商、参嗯与人员，这些其实都是分佣制度。这个类似什么？类似这个叫股票的那个叫 brokerage，那个叫什么？股票的 经纪商，broker 对，经纪商，股票经纪这样叫经纪人，二线、三线，嗯对对对，经纪人，其实这嗯种都是有的，只有你的分佣就不是币了，你的分佣就有嗯收成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应该是不犯法的，而且这个是合法的啊。这种做法，我觉得就最主要 Web3在无币的这个情况之下，做到怎么激励对方呢？我觉得就是分享这个成长。在这个分佣方面，我觉得这个类似，不过你积分也好，股份也好，你的这个营收的分佣也好，我觉得都是同一个这个想法啊。嗯，好，谢谢。再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我时间也快了，我们假如有的话就最后一个问题吧。对，看一下的啊，网友也回了说 OK 认同，谢谢。看大家还谢谢。有别的问题吗？嗯。行，那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如果大家没有一位网友问到了，请问一下，对数字产品有什么看法？这样的，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第一是全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想以前来讲，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个腾讯的一个皮肤我们不讲腾讯，我觉得国外可能会更好嗯就是有嗯些皮肤道具能卖到天价我们之前没有想象到，对不对？我们之前可能也没有想象到一个耐克的这个球鞋可能上嗯几十万、上百万也有，对不对？嗯所以现在慢慢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生活跟这个数码是结合在一块了，就要有这个现实的东西去的虚拟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一代慢慢接受了。而且我们看到他们也会换一个皮肤，付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金额。然后我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跟 Beeple，就是嗯那个制造了那个收藏品的，就是天价$6900,000的，就是拍卖的。它现在是现在全世界最高价值的这个画家就是对，数字 NFT 的画家。对，我跟他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已经接受了，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人接，一大批人。然后我也跟
这个我也参与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去年的这个 Prada 的那个 Gala，就 Prada 那个品牌做的时尚的 NFT 的拍卖，我也在里面看的。那香港的这个十大家族里面也有好几位在里面，然后跟我做同一座，然后做一个拍卖，他们也非常认同。嗯而且有另外东西就是它本身所有产品来讲，它是这样的，它是有个永久地址放在链上的啊。现在很多比较出彩的这个产品，它是虚拟跟现实结合在一个，它有个叫实体的，然后链上也有。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已经接受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哪些产品值得收藏？这个才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对一个东西的价值啊，我觉得尤其是艺术啊，它不是一个企业，可以或一个股票，可以或嗯现金流的直线，对吗？那这样的话，他的想法就是你在这个你可以感受到什么，这是一个共识，他们叫 consensus，就像区块链有个共识一样。那这样来讲，其实现在的这个数字收藏品现在走的这条路跟以前那路其实没什么太大分别。现在香港的画廊啊，很多画廊，其实在亚太里面，香港是最重要的 NFT 的这个数字收藏品的这个集中地。那这个画廊又跟拍卖行合作，还有展览，然后香港也有Digital Fairs，每一年有个数字的这个藏品的这个展览，也就是11月份刚弄完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大趋势，但我觉得咱们问的问题可能是问国内 DDC 的产品那这个的就要看你们自己本身，第一就是这个产品来讲的稀缺性，然后另外一个呢，以后来讲，我觉得 DDC 也会作为跨链，那跨链功能谁能提供呢？应该就是 Spartan Network 也能提供这样的服务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早期啊，尤其是国内。然后我另外的朋友呢，就在北京，有个望京里面有个15万六七幢大厦，也想做这个 NFT 数字藏品这方面的发挥，还有很多的这个数字货币区块链的富豪在推动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蓬勃发展。但我觉得如果以炒卖的形式去做一个投资的话，我觉得风险还是比较大。毕竟如果你看，包括现在说外面的这个猴子也好，还有Cyberpunk 也好，这些比较经典的，这个事实上它波动也非常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安全性的问题，你放在钱包里面，这个钱包呢，其实你的就是，反正之前我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投资朋友，钱包给偷了。然后这个巨额的就不见了，包括它产品，所以这个钱嗯包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我个人来讲，我是买的不多但是我就买了几个，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欣赏的，这个价格能承受的这种啊嗯我个人感觉还是现在刚初期，然后我觉得要注重风险，而且量力而为这个我个人的观感。但这个数字产品绝对是未来艺术的一个我觉得就是未来就艺术品的这个未来。所以我们讲以前是古董油画，慢慢变得一个更实体的东西，更 modern art contemporary art，就是现代一点的。后来变得这个数码化再变了，因为有区块链的形成变得 NFT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阻挡不了的。嗯，好，非常感恩李总的分享。我看时间也刚好1个小时呢。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到这吧。然后对，然后下期我们还是会有继续别的一个分享跟一个活动的，欢迎大家就继续关注。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李总，非常感谢，OK，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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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